院长，门口让我告诉您，今天旁听的人太多了，怕出事儿。那就别再放人进来了。好，派2个法警，护着点儿那俩律师。好，放话出去。今天谁扰乱法庭秩序，就抓谁。强奸案怎么公开审理了？现在是严打时期，特事特办。是。丁啊，老丁，这个屎盆子还得你接着。干嘛呀？我特意带的，一会儿谁砸李强我就砸谁，来而不往非礼也呢。真的假的？真的呀，我就不成。给我呀！你砸呀？你使劲点。没收了啊！什么没收了？什么就没收？怎么给我带药没收了呢？这法庭上你别惹祸了好不好？干嘛呀？管我！干嘛去？干什么去？我还有你，我还有你。哎，别呀！好彩头，一颗红心，两手不鼓。你看看他们，你要按无罪辩的话，他们能饶了我吗？辩无罪啊！啊？你还有种啊？不是那个同志，你把他带出去，啊，出去，给我带出去。小陆，别让院长修理我。是的。我到这儿总可以了吧？小王律师啊，林女，你说谁呢你？我说你呢，哎，我说你呢，领进来，来。安静，全体起立。坐下。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乔志良强奸致人死亡案件，现在开庭。代被告人乔志良。安静！别吵了，注意法庭纪律。怎么还绑着进来了？给他松绑，让他坐下。被告人姓名：乔志良，大点声。年龄41，家庭住址：南榆县一中家属宿舍5排3。臭流氓！一中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畜生！这都让你收下！还好玩意儿！赶快，稳定一下。我再强调一下啊，这里是法庭，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庭的秩序，不能随便吵闹，不然的话，一定严肃处理。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证据确凿，后果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安静！被告人，公诉人指控你强奸并致人死亡，对此
你认不认罪呀？我认罪。没胜算了。这可怎么办？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偶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啊。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是受被告人乔治良委托，并受南榆县法律顾问处指派，作为被告人乔治良的辩护律师。是通奸而不是强奸，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是被告人应有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承认，并且保护被告人这份权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份权利。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李湘太棒了，南岳还有这样的律师。丁院长，我可以继续吗？继续吧。强奸最核心的要件是违背妇女的意志，用暴力或者是其他手段迫使妇女就范，被迫和其发生性关系。公诉人刚才提供的证据材料就能证明，乔治良和魏三妹之间保持着稳定而经常的性关系，长达3年多，近4年之久。他们2个人最短1到2天，最长1周必然约会，有时还在一起过夜。以及我这里有几封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又及2人关系被撞破之后，魏三妹给其亲姑姑，也就是乔治良之妻魏爱萍写了一封信，表示忏悔。她并在信中承认了她是真心爱着乔治良。请问，如果是强奸，那这几封信又该怎么解释呢？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和被害人魏三妹之间有不道德的性关系为真，但是他们2个人之间是通奸，而不是强奸。造谣，胡说八道！他自己都认罪了。安静一下，肃静。导致魏三妹自杀，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他们2个发生最后一次性关系之后，被撞破了。乔治良被扭送到了公安机关，魏三妹也被自己的父母关在了家里。虽然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魏三妹在当时并没有想要寻死，她而是写信请求乔治良的妻子原谅。
而魏爱萍收信未回。当天晚上，魏三妹就自杀身亡，而且乔治良当时正在被拘留。乔治良对魏三妹的死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他并不是杀害魏三妹的真正的凶手。所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无罪。休庭！我宣布，现在休庭！往外走，你别急。走，你说，休庭了！休庭！还一颗红心呢，就是个炸弹，你就是他来帮我一人使，什么玩意儿这是？别动！你这，你们这犯法啊！站住！别动！你别动！院长，本来我们还觉得乔治良的认罪态度比较好，你们给个死缓也能接受。可今天这样，只能死刑了，不然我们肯定抗诉。院长，哎，李律师坐。李律师，你是党员吗？啊，我当兵的时候就入党了。这不老党员了吗？啊，那怎么还不懂政治呢？今天这个群众的反应，看到了吗？院长，我们律师的职责，律师的职责就是不要火上浇油。何止火上浇油，简直是恶意煽动啊！你别乱扣帽子啊，说话要负责任。我说的是事实。哎呀，行了。狄院长，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辩方哗众取宠，有意挑战法律的尊严和社会道德底线。如果法院姑息从轻判决，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我方建议从重从快判处死刑。是。您刚刚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你们为什么不提取？还有那封忏悔信，为什么不提取啊？院长，您就真的不在乎自己手上判出一个冤案来吗？丁远，还开庭吗？不开我们走了啊。你这什么态度嘛？怎么不开呢？李律师，一会儿啊，我只是要求你，先不要说话，好不好？那我干脆退出算了，反正王本善早就走了，就让辩护席空着，你们随便怎么判。怎么的？跟我耍混吗？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要意气用事，你是真的会把你的当事人害死的。院长，您要是能判他死缓或者有期，我保证配合。哎，怎么讲条件讲到这儿来了呀？你真当大家求着你呢？院长，我说了不算，这个案子得上审委会。别停了！这么快？李湘没跟你一起回来？王老师，我知道你对李湘不满意，您看以后咱俩一起搭伙，辩护词什么的我来帮你写。是我不会写，还没文化，还不懂法呀！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给你打个下子。少说话，少办事，工资不少拿，多好！人啊，要有点自知之明。倒是好啊，倒是好啊。老王，你没事吧？能没事吗？哎呦，出什么事了？你说，上一次被西红柿砸，这一次又被鸡蛋砸，按理说应该被砸的人是我呀。行，
消消气。不是李强，你是不是自己去取证啊？算不上。这个魏三妹的道歉信，是魏爱萍主动交给我的。人家毕竟是两口子，家庭矛盾归家庭矛盾，但是也不能盼着自己丈夫去死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本事啊？那封信他不给检察院，单单给你。说实话，他信任我呀，我特高兴。你就不该收，人主动给了我还不收，让他给检察院去啊！老王，那咱是不是太贱了点啊？人家诉死刑，你非说无罪，人家拿不到的证据你能拿到？你这不是公开朝检察院的脸上抽他嘴巴吗？回头把我也捎上。小李，你小老王这脾气也是。要是他不愿意干这个案子，我跟你搭伙。是。洪主任。老王。洪主任。来。不，再赶紧怕噎着。这个水呀，我战友从新疆带来的，舀一碗水，你就吃吧。行。那个洪主任，就是乔治良这个案子呀，老王，我还是那个态度。如果检察院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算干什么吃的？不是啊，主任，您看啊，您不是搞专业的，就是很多事情呢可能不太明白。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不是搞专业的？我不会学吗？啊？哎，法律顾问处你好。哎呦，梁局长，我是战胜啊。你说，请指示。我指示个屁！你们法律顾问处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专门和上级唱反调？你那俩律师给那个强奸致死案做了无罪辩护，你知道吗？啊，知道啊。你还挺理直气壮啊！这都是你授意指使的吧？这种重大的刑事案件应该站什么样的立场？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梁爱民，你坐下。我坐下。我没让你坐下，你少跟我来这套，梁爱民。怎么着，欺负我不懂法是吗？啊，欺负我不专业是吗？我不会学吗？我天天都在学习。我们法律顾问处不是摆设，更不是检察院跟班的。我告诉你，你不要没事胳膊肘往外拐。那个案子，只要我们的律师认为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按无罪辩。怎么了？洪战胜，你要造反呢？我撤了你！你赶紧，你过来，你吓死我了你！行，什么东西？我62年的兵，他64年的，我叫他一声局长是给他面子，他还……老王啊，怎么了？不舒服了？我最近有点窜稀。哦，那案子我就不想变了，怕身体受不了。不是，川西就不要吃刑事了，你放不了啊。给您放上。那行了，主任，你先忙着吧。我先走了。啊。哎，老王，李强，哎，你怎么来了？请容我向李大律师致以最高敬意。你就是南域的骄傲啊！我怎么敢当？我说实话，这一次啊，我能有这勇气啊，我得感谢你们。感谢我们啥呀？在邱阿贵的案子上，是你们鼓励了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现在浑身都是使命感。走，喝酒去，走，喝酒。坐吧。
我这次来呢，是想最后问你一次，这案子还上诉吗？如果上诉的话，我不敢保证结果，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乔治良，你老婆很恨你，但是她也不希望你去死，她也在尽全力的救你。那为了她，为了2个孩子，你也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呀。死刑案件是可以上诉的，你继续委托我好不好？啊，到2审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你积极争取的。乔治良，我都没有放弃你，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呀？啊！李律师，辛苦你了啊！我们有缘再见。李湘只是正常的履行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职责，就为这，你们要逮捕他，这个影响可不好啊！好，你等一下。你说吧。没事，你喝水，别忙了，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喝水，喝水。本山，你刚才反映的那些情况啊，我认为都非常好，很有价值。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呢？其实我汇报了哦，我向洪主任汇报的。你现在都敢摔我电话了？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回家修水库了。梁爱民，你跟我说话客气点。老子正团结啊，20多年党龄，2次2等功，3次3等功，到哪儿老子都可以发光发热。还你收留我？我是看在这么多年咱们战友的份上，我在帮你，你不知道吗？啊，对，谢谢啊。那你知道我给你擦了多少回屁股吗？他支持李湘，洪主任这个人吧，这业务能力不高，作风比较粗暴。哦，我有耳闻。再说了，就这种事儿，我不能越级汇报，是吧？不管怎么说，咱们司法局还是国家的买卖嘛，你怕什么？我怕什么？苏书记点了你们法律顾问处的名了。我不就骂了你1、2句吗？我又没骂领导，他点我名干什么？无罪辩护是合法的吧？对。律师尽责辩护，是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权利？别唱高调了，紧跟形势你做不到，总不能逆势而动吧？啊！现在全国刑事案件案发率快速下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个死刑变无罪，强奸致死变生活作风问题，你知道你放了颗多大的卫星吗？
哎，那在组织找上你之前，你是怎么做的？我坚决和李湘斗争。但是还是不够坚定，是吗？孙秘书，我真斗不过他们。他们就拉帮结派的，在顾问处搞小山头，你说我，所以你就明哲保身了。没关系，本山，你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不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谈话了，明白吧？明白。哎，治病救人，亡羊补牢嘛。哎，没关系，别有顾虑，把你了解的情况如实的、尽量详细的向组织上汇报。因为你作为第一见证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有价值的。好。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赶紧主动做检查，别到时候我想保都保不住你。大不了不干了呗。不干就能不干了吗？那咋？还抓我呀？到了非要抓人那么严重了吗？下指示了，丁院长，我们要依法办事，要让人民群众信服。李湘啊，太年轻，不成熟，爱冲动，还有点不识时务，是该批评。让他做深刻的检讨嘛，我赞成。可是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律师不可以提出跟检察院不同的意见吧？啊，不可以做无罪辩护。抓人，于法无据吧？他公然对抗组织，他包庇罪犯，他向罪犯泄露国家机密，他还没有违法犯罪吗？泄露国家机密？对呀。他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啊？这等泄露内门的国家机密，简直就是一群法盲。请进。丁院，院长您别忙活了，我不渴。那怎么行呢？拿破仑说过，你们是下金蛋的母鸡呀，怎么能让母鸡受委屈呢？我来您这实习就是您的下属。再说了，我是公的，我也下不了蛋。找我什么事儿？李湘律师履职记录。什么意思？丁院，去年1年，李湘律师受理的案件一共有36个，其中刑事案件19件，包括指定辩护15件，均做了罪行辩护，还有17件是民事责任，调解成功率高达70%，其中10件他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呢，说明什么？这当然能说明李湘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啊，尽职尽责、认真、专业、受人爱戴。丁院，我听说因为李湘给乔治良做了无罪辩护，有人要抓他。听谁说的？啊？听谁说的？说这种话要承担责任的。告诉我，谁跟你说的？不是谁跟我说的，是前几天我经过您这儿不小心听到的。不小心听到了，没走，还听完了。按照犯罪构成来说，你有没有犯罪主观呢？丁院，我有错，我可以接受您的任何批评，但是我认为李湘他没有错。小郑，你过来一趟。那，你这上面写的19件刑事案，我作为法院院长可以告诉你，他辩护的成功率还不到10%。怎么叫专业？
你不也写了吗？他1年被投诉了3次，算得上还贷？丁院，就现在这个社会情况，刑事案件辩护成功率能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那3次投诉，有2次是因为他给坏人辩护，这说明不了什么呀。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法定职责。如果他认为乔治良无罪，他不提出来，这个是他的失职。他的辩护意见，法庭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但是不能因为他的意见跟公诉方不一致就要抓他吧？说了吗？没有。接着说。国家现在提倡改革政法工作，我觉得南于能有李湘这样的律师，是南于的福分。如果我们这么对他，院长，将来律师在法庭上就真的成了装饰品了。进来，岳院长啊，跟总务说一声，把这个门给我换了，都漏风了。那，你接着说。可以呀，你这次很厉害，让我刮目相看了。什么刮目相看？但是不是稍微有点冒失？你应该跟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大家一起去的。不冒失啊，我想好了才去的。这次出来实习，我是领队，我跟丁院长谈话，那是组织跟组织的对话。那如果你们出现的话，不就跟上次一样，变成聚众了？但你不担心吗？万一真得罪丁院长了，他给你那个实习鉴定上一些不好的话怎么办？那就让他不得不认可。如果这次真的把李湘救下来，我们就立功了。回北京之后，分配就稳了。这次回家发生什么了？你还没跟我说。没发生什么。我就是单纯的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务实、功利、为结果论。夏英杰同志，我没有觉得务实是一个贬义词。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是智慧。我不想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就变得委曲求全、受人钳制。我想留在最高法最高检。咱们一块儿留北京，一块儿留北京吧。我昨天去看望你的家属了，你妻子已经原谅你了。麻烦您帮我转告他，让他把我忘了，让我千万别让孩子知道，他没有这样一个父亲。明天是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我希望你为了你自己在最后一搏，好吗？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同意，然后继续委托我，剩下的交给我去跑就行了。魏三妹就是我杀的，是我害了她。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脸能活下去？我就该被枪毙，我该死，就该被枪毙。我该死，我该死。你怎么来了？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所以让老于去问了丁院长。那他怎么说呀？他没表态，我觉得大概率是真的。
那就算是真的，我能怎么办？谢谢你告诉我啊，当我没听过。吃饭睡觉，该干嘛干嘛。那个，我们能不能替你做点什么？你们啊？我这个人吧，说话比较直。算了算了，不是，你要是被抓了，谁给你辩护啊？没有人吧？我们南榆县一共就仨律师，一个王本善，一个秦志高，一个不会替我辩，一个根本就不会辩。让我来替你辩。你？你没有律师资格呀。我可以给你做普通辩护啊。我知道你看我们这些大学生眼高手低，又冲动又幼稚，是吧？但是总比王本善强，对不对？你想想。行，那我就委托你普通辩护。行，你给我签一个委托书，你这有纸吗？这，你别碰我包里，这全是乔治良的卷宗。你跟我回公文处吧，我回办公室再签。你要是回不去呢？不至于吧？对，你写我背心。在这。燕姐，啊，燕姐，哎，好了，李湘被抓了。一中，你可想好了？李湘能因为履行职责被抓，你也有可能。你怕个啥呀？爱谁谁。你要干嘛？我也不知道，先准备起来。丁院长，李湘律师被刑事拘留了。这事儿您不知道吗？我不知道，他刚被拘留，我怎么会知道呢？离法院还远着呢。不是早就有人跟您打过招呼了吗？怎么的？这是要批斗我了啊？喷漆式过去，我可做得多了。来吧，院长，你别生气，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啊。除了李湘，一起被拘留的还有洪主任，这您知道吗？什么时候？您就不想说点什么吗？都先回去吧。丁院长，李湘律师是咱们法院委派给当事人做辩护的。不管他的观点对与不对，他都是在履行责任。所以李湘律师的人身权和辩护权应该受到保护，要不然国家设立律师干什么呢？没错。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您给我们一个承诺，在李湘律师的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坚守底线。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承诺什么？就因为你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吗？就因为你们觉得自己是义正辞严，我就得依着你们吗？你们就是捣乱，在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制度完善需要过程。你们是来实习的，不是来我院主持工作的，知道吗？走，都给我走，都给我回去，回去。院长，怎么回事？法律顾问处的洪主任和李先生抓走了。滚！怎么样？你师傅怎么说？猜就是这样。一到这种时候，什么偶像、青天、老前辈全都原形毕露。那抓律师，他们可真敢胡来。基层上都是这种事情，只不过正好被我们碰到了。你说南榆这小地方，判个律师，
谁关心？谁知道？关个2年出来人都废了，连个水花也没有。干嘛去啊？走，不是，哎，快走，我得见李湘。干什么呢？你就乱来！我有权利见李湘。你有什么权利啊？你又不是律师。这就代表法律，代表什么法律？走。我要见李湘，我要见李湘。快来！我有权利见李湘。我告诉你啊，在这捣乱，你是个倒霉的，听见没？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呀？刑法、刑诉法刚刚颁布3年多，你就提出大修？国情紧迫，等不起了。老程啊，法律就应该是滞后的，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是稳定的。这个我没有意见。走。可是你看看，最近这个形势。你问题不严重吗？可是毕竟是中国第1部刑法和刑诉法，制定的时候也没有经验。那就赶紧啊，亡羊补牢。你说的容易，向上面领导反映情况要有个过程。那就抓紧时间。喂，我是周一波。哦，夏英姐啊，你们在南娱实习的怎么样啊？什么？为什么？不，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哎，不，你们现在千万不能盲动，你们现在要做的，要尽快、尽量全面的整理材料，随时跟我们联系。我和程老师家里电话你们都有吧？好，你也多保重啊。出什么事了？陈一仲给抓了，因为什么呀？强奸致死案。强奸致死案？陈一仲啊？不是一仲。哎呀，那这个案子的律师要给这个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给抓起来了。一仲呢要给这个律师做无罪辩护，那也给抓起来了。这荒唐至极吗？敢抓我学生？你打给谁啊？老郑。打给老郑干嘛？我请最高检帮忙过问一下。你把电话给我。你急什么啊？你万一情况有出入呢？你弄那么大阵仗，你被动不被动？你觉得一仲他？我当然是相信一仲，但你要把情况弄清楚吧。哎呀，你说这些孩子去实个习，没想到介入当地的这个案子那么深。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学生。老周，我可告诉你，这个犊子我护定了。那也得依法办事儿。那我也护。你就知道话一箩筐。周老怎么说啊？让咱们稳住。这不陈一仲到底干什么了呀？从小就是这样，憋着不说，一出就是大事儿。他俩呢？找丁院长去了。那找他有什么用啊？这个老油条。你知道强闯看守所是什么罪名吗？你跟那个李湘是什么关系？委托人和辩护人的关系。你连律师证书都没有，你做什么辩护？普通辩护。就凭这个？李湘同志，请允许我为你做普通辩护，我将竭尽全力依法保护你的合法权利。谢谢你，陈一仲同志。我以为得是个写书什么的。你说你这是图啥？水花。啊？
什么水花？你不懂。接通了，搞快点哈，马上下班了。哦，好。喂，你好，这里是人民日报新闻部。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丽慧。那算了，我先回去。哎，不是，任秘书，哎，等领导回来，麻烦你跟他说一下呗。我说什么呀？陈一仲的事儿嘛。您说那个大学生是吧？说抓就抓，家长学校问下来，我怎么交代呢？对内对外，我现在这都得担责任的。丁院长，这个事儿，您去找过郝局长吗？找过呀。他往你们这儿推，你现在又往他这儿来推。说实话，今天我来啊，就是想要人，就这么点事儿。明白。你总不至于让我跑到常委会去说吧？对，确实不至于。其实领导对这个陈一仲是很重视的，说是要深挖他和李湘还有洪占胜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背后是大有深意的。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慢走，丁院长。哎，抓紧！院长，我总觉得不大对。有屁快放！我跟这个陈一仲算挺熟了，他不是那么莽撞的人，闯看守所又是喊口号的，不像他干的事儿。什么意思？因为我听于高忍说，他俩家庭背景不一样，陈一仲属于是世家。什么世家？法律世家，好像是北京的高校啊，两院有很多人都跟他父亲是同学，所以我就总觉得哪儿吧。去公安局，去郝局长那儿。老陈，是法院的同志找你有事儿。你好，你好，这是上级的文件。请稍等。看一下。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正式调函很快就到。哎，对了，您爱人，要是回北京的话，他的工作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不麻烦院里了。其实啊，能回中院，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过请领导放心，去最高法，我一定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好，那就先这样。好，再见。哎。杜主任，我马上回去工作。哎呀，急啥？怎么着？熬出来了？要去北京了？我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你要是早调回去，我儿子兴许就不会枪毙啊，是吧，老陈？哪位是陈凡同志？是我。我们是南余来的，你儿子进看守所了，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陈师傅，刚才跟我说话。
披露，一寸不得马腿。郝局长，去。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还是为了那个陈一仲？郝俊杰，如果将来你背了锅，别怪我没提醒你。该威胁了。我也是刚受命，刚刚派人去江阳做外调。外调？又调谁呀？你那学生家里啊。郝俊杰，多大的案子啊？拘2天教育教育的事，你至于外调吗你？他强闯看守所，喊反动口号，搁哪儿都得生挖。这没准受人指使。他在你这儿实习，你多多少少得沾点责任，啊？吓唬我呢？求你件事呗。说吧。别把他跟刑事犯关到一起，不要让他受委屈。来，起来，起来，拢啊！起来！咬呀啊！听不懂人话是吧？听不见吗？来，是啊，起来，来，起来啊啊！起来了啊！起来了，起来了！说话，牛是吧？牛是吧？装哑巴话是不是啊？你还给我动啊！动啊！不干！别打了，死人了！以前没少打架吧？没打过。3好学生。你，3好学生。3好学生能来这儿吗？啊，说说吧，怎么进来的？砸水花，没砸出来。没砸出来，砸地上了。这样就能甩掉我了？你别以为你牺牲有多大，你大不了就是大学白上，毕不了业，让你爸失望。我呢，我命都没了，你赔得起吗？不是为了你，什么？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如果不进来的话，那我就真毕不了业了。陈一仲，我才19岁，我才19岁，你别想跑，这一辈子都跟定你了。王老师，王老师您好，在忙吗？忙不忙的，看你们什么事儿？王老师，我们非常郑重的恳请您当李湘律师。谁？李湘。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不知道，愿闻其详。包庇罪犯，还有泄露国家机密。万一我跟他会见的时候，他把这些事儿再透露给我，
那我不就进去了吗？那不行，我害怕。那您能不能帮忙，带我们进看守所看李相一眼？你们这么多年同事是吧？我给你们普法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律师，只要是正规的，国家承认的，都能带你们进去。所以这事儿呢，不是非我不可。我呢，也没你们说的那么重要。我有律师资格，我能带你们进去。什么事？想让您跟看守所打个招呼，想去见李相一面。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正式律师领着，你们是进不去的。谁打招呼都没用。怎么了？院长。哎，怎么进来呀？丁院长，您吃了吗？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律师吗？对啊，我看过律师证了，没问题啊。老秦，年轻人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啊？你这一把岁数，不知道厉害吗？你这辈子经历的事儿还少吗？怎么着还不够？还想再来一回啊？他知道。老秦，我现在正式的问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我，告诉我，你来干什么？我做李相的辩护律师。院长，人来了，你可是答应我们的。我谁都没答应。你们还要拉多少人下水？老秦，开工可就没有回头箭了啊！谢谢院长爱护。老管，请你帮我跟看守所打个招呼。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说也罢，不说也罢。青年手办的案子多吗？干啥？政审呢？办了不少。南域没有人碰这个案子，只有你。对，为了中国法治的建设，我豁出去了。你小子哪儿偷的西装？夏雷，老秦，你俩怎么结合在一块儿去了？这是委托协议，你要是同意，就在上面签个字。要是没有老秦啊，我根本进不来，所以就。来，坐，坐老秦。李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提审过2次，
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提审过2次，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哎，不要谈论案情。啊，好，我们注意啊。包庇罪指的是替乔治良辩护吗？对。泄露国家机密呢，指的什么？怎么回事？说了不要讨论案情了。好。Can you speak English? A little. What kind of state secret they mean? 我会见乔治良的时候，他一意求死。我为了劝他，我就告诉他，检察院正在准备建议死刑，他们认为这是在泄露国家机密。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再讨论案情，马上结束会见。Well。不许讨论案情，我们来干什么？啊？哪条法律规定了律师会见不许讨论案情？你态度好点儿。你改正你的错误，我就收回我的态度。冷静点儿。是，我就站着。现在，我们来讨论案情吧，可以吗，警察同志？哎，陈一正也进来了，知道吗？啊？为什么呀？等着瞧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我听老陆说了见面的过程，我觉得李湘案是好事儿。好事。如果这个案子影响面够大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普法宣传，纠正人们对律师的错误印象。我甚至希望一审判李湘有罪。这样这个案子就能成为全国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那是太冒险了，就算是官司赢了，他们职业生涯也毁了。而且一路打到最高法，那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万一要是再翻不过来案，那一辈子就完了。一仲怎么办啊？我还是那句话，法律制度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奉献的。我相信一仲也是做好牺牲准备了。你一嘴一个牺牲李湘、陈一仲，和他们抓李湘有啥区别啊？这不是一个事儿。他们抓李湘，可能也是真心觉得为老百姓想，为民除害吧。如果这个案子仅仅只是想着把李湘救出来，那这个案子的意义就太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仲的初衷也不是这样的，他想求人得人。城市里长大的陆公子应该不知道什么是牺牲吧？于大干部，你瞧不起谁呢？就你看过《英雄儿女》啊？你咋不牺牲啊？必要的时候我会牺牲。大部分的牺牲都是无名无姓的，像尘埃一样。只向前看，不会知道。我不知道。对，你是不知道。我大学4年的学费是全村人给我凑的。我出来了，我弟弟妹妹只能待在家里种地，照顾父母，没有办法读书。你们只看到我，没有看到我后面的人。
以我之身换制度的进步，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刚才还尘埃呢，现在又名垂青史了。一片冰心在玉壶，慢慢吃。非加这句干啥？他也就会这句，前半阙他都整不出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不吃，你给我。非要给李湘做辩护人。我说老丁啊，这帮律师都是从城里下来的，狂妄的很哦。啊，省城的律师们是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那肯定是省律师协会指使的呗。那省律协又是怎么知道的？那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的呗。那又是谁通风报信的？你看我怎么知道呢？不过我觉得这一招是够阴的，这个屎盆子怎么越做越大了呢？那你可要端好了，千万别撒手啊！老丁，这个屎盆子我也不端。哎呀，还有个事跟你说，上面要求我给陈一仲以反革命罪来。怎么了？省城来了几个律师，要给李湘做代理。不是，他们怎么知道呢？我觉得应该是报社起作用了。有可能。李湘是律协成员，报社反映给省律协，那帮律师坐不住了。平时就挺受委屈的，现在借题发挥。什么借题？这就正题。反正李湘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湘案了。那帮官僚肯定想不到，小小南云因为这个事情出名了。4两拨千斤，厉害厉害。等，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仲啊？没说。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啊，得想招啊，同志们！要不再加一把火，去北京，直接找郑一普、程建基，他们2个不可能看着自己的爱徒就这么被关起来吧？你看，好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全都变味儿了。陈一仲现在连个罪名都没有，周老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下手啊。丁仲祥现在也头疼的，不敢放也不敢判。你说什么？反革命罪？你们要干什么？这么跟你商量的吗？我告诉你，老管，要敢这么干，将来我们都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个还不懂事的学生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打成反革命罪。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觉得他有反革命的倾向吗？我知道。要不咱们想个辙，就以妨害公务罪来处理。你觉得怎么样？哎，他毕竟闯了看守所嘛。买东西讨价呢？啊？怎么的？你要是真敢送来，我是坚决退券。真敢送了我也不接。老丁，我跟你说，陈一仲这孩子，于情于理于法，我觉得都是个好孩子。啊，那咱们先拖着，你觉得怎么样？行，就这么定。我去找丁院批假。哎，你等会儿，你自己去啊？你要不我跟英杰一块儿，你跟例会守家，每天通一个长途，保持联系。
李远，没听。你来干什么？我跟夏英杰想请几天假回趟北京。回北京？干嘛去？反映情况。跟谁反映情况？我们学校导师。穷折腾啊！你们在这1年的所有行为，都要写进鉴定报告，会跟你们一辈子的。走吧。李湘这个事儿，早晚会过去的。再过多少年，你们可能连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也许这辈子，你们都不会再来南屿。可是现在呢？你们要为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啊！孩子，一句话说错了，一个对站错了，那就是一生的蹉跎。这有多少前车之鉴呐？还有这个秦志高，你说他陈一仲呢？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怎么办？您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山芋吞进去？丁院，我们去北京也是为了您。我不需要。你刚才说你们家怎么了？没说我们家怎么了。房塌了。夏英杰家也塌了。写个请假条，写完我签字。听着，你们离开南屿以后，就不归我管了。你们去干什么？我不关心，不知道，更管不了，明白吗？明白。谢谢丁队。走啊，老杰，你不是做梦都想来吗？老杰，快点，老杰！事实清楚，逻辑梳理的也很清晰。这材料谁写的？英杰写。我们几个一起写的。你们几个不错啊，敢于投身实践，表达看法，坚持原则，忠于理想。我和程老师都很欣慰啊。还是不够成熟，有些事情想的不太周全。谁年轻的时候还都能面面俱到？高远，你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出头，可以。就是做了该做的。还有一仲，他就是有点太敢了。这一仲他这个心思啊，
太深沉。你说就是他不这么做啊，我们也会高度关注李湘这个案子的。还不是咱们的错，一中肯定觉得呀，咱们靠不上，对咱们没有信心呗。你看你就是偏心眼儿。不过这个文字呢，还是稍显有些冗长。我是担心领导没有时间看这么长的东西啊。哎，程教授，要不你帮忙定定性啊？我来改改吧。这个材料能递到上面去啊？他们会关注这个事情吗？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要想做到长治久安，非走法治道路不可。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那批示什么时候能下来？你比我还急，等几天。问题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来，校对一下书稿。好。好，走了。周老师、陈老师，这位是李湘案的辩护律师秦石膏秦律师。你好，秦律师。你好，你好。哎，走了。那我们走了。谢谢，走吧。戴老师，哎。老周，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秦律师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我说这个黑律师案，检察院为什么还不起诉？正在审查证据，但经办的检察官说证据不多，比较难办。人都抓了，迟迟不办不审啊，弄得社会上是谣言四起，效果是大打折扣啊。这个案子就算勉强给判了，以后很可能也得翻案，到时候呢，说不定还要追究每个人的责任，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吧。那你的意思呢？既然抓了，不如就让检察院给个免于起诉，把人放了。放人？那党和法的威信何在啊？我这不也是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建议免于起诉嘛。这个，哎，老管，你觉得呢？来说说。好，我说一下。实际上免于起诉它是有文章的啊，它前提是当事人必须有罪，但经过检察院的审查以后，觉得他的罪行显著轻微，所以呢就不起诉了。但实际上是我们把他既定了罪，又免去了勉强定罪而会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麻烦。我觉得丁院长这个想法实在是高啊，切实可行，啊，既有政治智慧，又有法律思维。其实这样，大家都说得过去，啊。头几天啊，我们地区开了一个打击犯罪斗争的碰头会啊。我们地区13个县市，我们排在了第几位？你们知道吗？都猜猜嘛。第几？第11位。这可是倒数第2。哦，倒数第3。我们工作不力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种种乱象不坚决，不敢下痛手。所以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判，而且要坚决的重判速判。领导，要是我们真的给办成了错案，那以后追究起来，所有的责任我来负啊！我错了可以撤我的职啊，怕什么呀？那好，不，这个你记它是干什么？不是，这需要记吗？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这都有，我在记录。当然，那就不记了。听见了吗？王八吃秤砣。对了，
那句撤我的职删掉。那句我没记。领导，刚才忘了个事儿，那个李湘和洪战胜先搁一边儿，就是那个抓起来大学生，能不能考虑先把他放了？他呀，什么罪名啊？什么都够不上，毕竟是人民政法大学的高材生，人家来到咱们南隅来实习，你别到最后给人实习到监狱去了，这，好说不好听了。你的意思呢？关了7天了，就当拘留了，教育教育，立即放人，行吗？考虑考虑吧。啊，好。老四同志，怎么回事？老四同志，你们不能这样就把我儿子关在里头啊！他是个好孩子。你要干什么？你们这么做是要负历史责任的。我这个问题跟你没法说，好吧？走，赶紧走。苏同志，不是你要干什么？仲哥，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案子。我就是不小心割了村里的高压电缆，他们说算盗窃。不小心，你那得多不小心啊！哎呦，那这个电缆后来哪儿去了？卖了？卖了。那你卖都卖了，你这性质肯定不一样了。你那妥妥的就是盗窃。钟哥，我给你讲讲我的事儿。我对象跟人跑了，我去找那男的算账，结果他掏出一把刀来，我抢过来捅他一刀，我这不算自卫吗？那你是空手去的吗？我倒是拎了个棍子，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而且又不是我先动的手。你这当时的目的就……陈一中，到，出来吧。兄弟，恭喜，毕业了。想什么呢？没带够啊？签字，快点签吧，啊！你妈来了，外边等着呢。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能冲动，凡事都有后果。你不管不顾了，家里人怎么办？签吗？我没反革命。妈，说你这么做，你替你爸想过吗？你知道你爸受了多大委屈，啊，牺牲多大吗？说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案子，差点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了。你这么意气用事，你能成大事啊？你爸他，我爸没来啊。你爸来，你以为你谁呀？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就这脸，哪个混蛋打的呀？下手这么黑。我也不知道，但是谁跟你说的？哎呀，走吧，回家再说吧。院长，领导说了，排除干扰，抓重点。那个大学生也放了，咱们现在集中精力就抓李湘这个案子。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人家妈妈千里迢迢来找孩子，带了一些省报的记者，举着话筒，照相机着，咔叽咔叽，一闪光，谁不出头啊？我听说了，我听说他穿着打扮的，看起来像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啊。那撒起泼来确实挺吓人的。孙秘书，如果陈一纵真的有什么罪，谁闹都没用，抓什么重点那是心虚，怕把事情搞砸了，影响不好。
已经托人找报社了，绝对不能发出稿子来。领导的意思很清楚，还是你们两院要配合好，抓紧起诉，抓紧判，不要这么推来推去的，夜长梦多。我尽量。好。他这个妈是怎么知道要去找领导呢？是啊，要不查查？不急。把你弄的。老袁，博尔曼的那个法律与革命，那是我托人从哈佛带来的。我知道啊，我都没捂热，我就借给你了。对，你都这么久了，人家书呢，你到底还不还了？还了。啊？啥时候啊？我叫小马给寄过去了啊。那个书啊，寄了茶叶吗？不是啊，对啊。什么茶叶呀？还有一本书啊，蓝封皮的，烫金大字的，是不是寄丢了你？没有，只有茶叶。那书呢？你是不是？你书是？哎，你看这不在您这儿吗？你不是老袁，你怎么还能明抢呢你？借用元气，借用元气。老程还没用完呢啊！晚几天5盒茶叶啊，5盒茶叶吧，好吧？你这，哎，老远就听着你了，你是不是又欺负我们老程呢？瞎欺负我！你没听见吗？又讹我5盒茶叶。袁律师你好，我叫于高远。我听过您的讲座，特别崇拜您。你好。律师你好。律师，袁律师，我是53级的秦志高，是这次李湘案的辩护律师。很荣幸见到你。对，你看，行了，这我就都不用介绍了。你说这一屋人就没有人不知道你的？知道，必须知道。谁不知道袁一方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我跟你讲，也是最失败的律师。是，不过人家打输的官司越多，哎，你看找他的人还越多，奇了怪了。不是老袁，你说这真话，你这么多年你打官司到底挣钱还是赔钱吗？什么赚钱赔钱？这月没赔，有一些盈余。哎，就等他这句话了。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屿的火车票了。对，够。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对，上面呢暂时还没有消息，就是咱不等了，先搬请袁大律师出马。你这重量级也够了，够，绝对够。袁律师，我对这案子最熟悉，您需要随时找我就可以。袁律师，这个案子我更熟悉。方方面面您都可以问我。好，秦律师，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行不行？行，太好了。好。我没想到袁律师，您能亲自代理我的案子，我值了。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袁律非常忙，为了您的事儿啊，推了手头很多大案子。妈，最近我推了哪些大案子了？你说出来。就说这些有的没的。于江律师啊，你这个案子也不是小案子，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干活啊？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经受考验，我责无旁贷。但我不一定能打赢哦。那不管输赢，你这个经历都绝对有价值。袁律师，我的领导洪占胜主任跟我一块儿被抓的，有人代理他的案子吗？你放心，外面还有律师呢，律协的。我只是个先锋，前赴后继。代理洪主任的律师也是袁律亲自挑选的，都很有经验。是我挑选的。那是因为我要挑一些打官司胜率比我高的，你不能都压我一个人身上，我赔率太高。来吧，我们讨论一下案情。来，讨论来。好，在这儿听啊。那你找个地儿坐，时间挺长的。哎呀，现在检察院是顶在了前面，但是到最后啊，
还得是我们来兜这个底，跑是跑不掉的。你们看看，谁来主审呢？哪位？老丁啊，我苏国胜啊。有，有什么指示吗？我听说从北京来了一个叫袁什么芳的，要帮着那个黑律师打官司啊。这个人可是名声在外，来势汹汹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啊，有这事儿吗？我没听说呀。他就住在你们法院的招待所，在你眼皮子底下。要不这样，我派人把他赶走。不用，你让他住啊！你开门迎客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要知道，破坏打击犯罪的恶势力在蠢蠢欲动，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那检察院对这个叫袁什么芳的有准备吗？一个律师不足为虑啊，但是他所代表的动向和思潮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们法院和检察院这次一定要团结一致，坚决果断地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明白，请放心。上边可是说了，要坚决果断，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这就对了，张院长。咱们院里就属你最果断，你来主审呗。我？老丁啊，这就不太好吧？我又不是业务干部，我来主审。这有点开玩笑嘛！老张，啊，行，不勉强你们了，好吧？哎呀，既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那就我来吧。这2天呢，我又仔细地读了一下这个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证据清单。我相信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起诉有点勉强，证据薄弱。所以呢，袁烈，我想问一下，既然检察院也觉得证据勉强或者证据不足的话，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诉呢？好问题。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诉？啊？是有些人要跟我们律师过不去吗？还是跟那个洪战胜有私怨、有仇，或者是某些人这里有问题？别笑啊，别笑！我这不是嘲讽，我说的出了问题是指在认识上和想法上、观念上出了问题。他们认为你们律师，啊，给犯人做辩护也就算。还给死刑犯做无罪辩护，得寸进尺了，不懂事儿了，这明明就是包庇，这也是犯罪。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大家对律师的价值、使命以及在法治中的作用缺乏统一的认识，这是不可避免的。您还挺替他们着想的，不可避免，情有可原嘛。那还怎么变啊？哎，你这也是个好问题。对呀，怎么变？我们律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认识、统一想法。我们这次做这个无罪辩护，目的是什么？啊，谁来说说？为了保护李湘、洪战胜啊，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你接着说，还有扩大影响算吗？扩大您的影响，以后再有类似的官司，你一出马，他们不得想想啊？你这答案我得想想怎么回答，因为你这马屁拍得我挺舒服。
但是我又算个屁呀！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普及观念，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律师不是检察院和法院的对立面和敌人，我们跟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主体。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呀，能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艰难处境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学。所以我建议，绝不妥协。书给你带回来了。什么书？别说话了。不仅是无罪判决，我觉得还要要求检察院、法院方登报向红丽二位道歉，还他们清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这一次的辩护是成功的。我不同意。我们是律师，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2位当事人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要尽早的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为此，如果对方愿意妥协，我们尊重；我们也必须要对检察院和法院尊重。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跟控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一起明辨是非，要厘清在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来彰显我们律师制度在中国法治上的重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先别鼓掌，我觉得这甚至比案件本身的结果还重要。杨律师，门外有大批的记者，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想法传播出去？也许有利于庭审。我不同意，我很不喜欢用舆论向公诉方和法院施压。舆论是双刃剑，今天无私的声援，那明天很可能会变成无情的反噬。公众不一定代表公正，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我要当律师，我要当愿意发证的律师。哎呀，老丁啊，老丁，你说你这是何苦呢？院长，时间到了。没准儿啊，不管最后谁赢，输的肯定是我了。中国法治能赢就行。你说什么？我说，一定能赢。必须赢！哎，你别动，我拍个照片啊。1、2、3，停了。我怎么感觉我正站在历史里啊？人家，我感觉你感觉的没错。哎，几位同志，我是记者，关于律师案能采访2句吗？我们行啊，我们不接受采访，不接受了吗？啊，就别采访我们了。那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事。哎，您能帮个忙吗？您说，帮我们5个人拍张合影行吗？哎，没问题啊。那是用我的还是用你们的？用这个吧。行，好，那更好。那就是以这个为背景是吧？行。好的。那稍微下来一点点。哎，好。好，那全身还是半身？都来吧，要不然好，来，1、2、3，笑。好，
好嘞，再来一张。来喽，都票了我的。票了。再来一张。来。 1、2、3。 南峪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南峪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洪占胜、李湘包庇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现在开庭。首先，宣读法庭纪律。现在宣读法庭纪律：一、所有人必须服从审判长的指挥；二、保持法庭严肃安静。 不准喧哗、还是家里的事儿，他着急去打电话。随意走动或实施其他，须经审判长许可。四、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摄影。五、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不得当庭议论。胸罩还是急兆王？禁止吸烟，禁止随地吐痰。宣读完毕。庭审现在开始，带被告人。 公诉人，被告人李湘在案犯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公开为案犯做无罪辩护，其用意就是要混淆视听，为案犯开脱，包庇案犯的犯罪行为。同时，被告人李湘在案件审理之前，就向案犯透露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并透露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其行为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被告人的行为呢，都是经过被告人洪占胜授意所进行的，所以被告人洪占胜同样构成上述两罪。两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罪犯开脱、引起社会混乱的严重后果。前两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极其恶劣，不存在从轻的情节。我方第1号证据为被告人的委托协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为已决犯乔治良的辩护人。 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方第2号证据为被告人李湘在已决犯乔治良一案上的辩护词，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无视公诉人提出的大量已决犯乔治良的犯罪事实，公开为他做无罪辩护。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 我方第3号证据为看守所执勤警察的证言，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在会见已决犯乔治良的时候，擅自向他透露了案情，并告诉乔治良，公诉方将建议判他死刑。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都是铁证。被告辩护人，你方有无证据向法庭出示？有。 我方的证据1是公诉方的证据1，证明我当事人接受了乔治良的委托，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公诉人有无异议？无异议。继续。我方第2号证据是公诉方第2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我当事人忠实地履行了一个辩护人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为自己的当事人尽力辩护。 公诉人对证据无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辩护人，我方第3号证据为公诉人第3号证据，证明我方当事人在履行自己会见义务的时候，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公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辩护人，我方第4号证据为乔治良一案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时的 讯问笔录。公诉人，公诉人，没有异议。已决犯乔治良
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湘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被告人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治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被告人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4号证据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辩护人，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刚才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两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
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我决定了，我要当律师。又想好了？我又决定了。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本辩护人还有话说。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2项重罪，破坏了严打斗争，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有罪判决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治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遵纪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请，我恳求你们和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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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法庭纪律。
谁？丁院长，为什么没有当庭宣判呢？为什么呀？如果让我真的是当庭宣判，我认为只能判无罪。这话我也不是没说过。但是院长，不用你传话了。喂，领导。今天我没有当庭宣判，是我认为应该判无罪。事后呢，我们合议庭也碰了一下头，大家嘛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法院整体的意见，向您汇报一下。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是吗？没有别的话了？有，领导，我认为啊，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有罪，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宣布无罪，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也应该是下台阶最好的办法吧。老丁，你觉得我是关心我个人的荣辱吗？我不需要什么台阶下，我要的是确保打击犯罪斗争的胜利，我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到底。如果说你觉得负担太重，你不敢判的话，那你直接告诉我。小生，参谋先生，让食堂给我煮碗面，下俩鸡蛋。是。不，下4个。4个蛋，几碗面？1碗我一个人吃，行吗？明白？1碗面，4个蛋。还算好吧，领导，反正也没判嘛，那就由我们法院再开一次庭，判决无罪，当庭释放啊。不是他们破坏严打，就算构不成犯罪，那也不等于说我们抓错了人吧？对吧？哎呀，这个可不太好办了。老丁啊，你非得把我们的脸面丢到地上不可吗？不是，之前丁院长提出一个想法，叫免于起诉。不是免于起诉，那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无罪释放是我们把人抓错了，免于起诉是人没有抓错，但因为他的罪行轻微，我们就不予追究。这个法子嘛，没审之前兴许还可以，可是现在领导文件都下来了，恐怕行了，那就这样吧，免于起诉，是吧？放人吧。啊？放！好，这，那我就先走了啊！啊，老弟，好。
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戴吗？走你就行了，别管。哎，洪主任，知道啥事儿不？不知道，估计是好事。真的？哎，那天审理的时候，凭啥先审你啊？老子是主任，还拿村长不当干部了。坐吧。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是的。同志，你看我跟你说，主任，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是的。那我不出去了。干什么？你这就这样回去了？不合法什么意思？主任。不予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不追究我们了。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地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珍惜。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李湘，干什么？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咋了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哎，店员长，我来，您别站手，让我来。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就是幸好到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5、6年，我也是被冤枉的呀。也，哈哈，哎呀。领导也被冤枉过，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必定是我的娘啊。领导，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嘛，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哦，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哎，我头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老丁，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洪战胜、李湘无罪。经过3年严打，全国治安大幅改善，安定民心，稳固改革开放环境，成果依托党的领导、群众和政法机关合力取得。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严打追求办案速度而弱化程序公正，法律适用模糊，量刑标准单一，人权法治保障不足。此后，我国吸取教训，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完善死刑复核、辩护等制度，废除流氓罪、游街示众与劳教，
推动刑事治理全面法治化转型。喂，我苏国胜啊，我犯了重大的错误。你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共产党人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必须接受处分。我会尽快的交接我所有的工作，尽早的到学习班报到。